俄机场遭乌导弹袭击，伤亡情况不明。美日共同签署高超音速拦截弹协议。俄国防部大清洗仍在继续。斯洛伐克总理遭刺杀。英国皇家海军进入黄金时代。印尼豪掷千万购买弹药生产线。美国士兵为减负取消网课。5月14号到5月15号晚上，乌克兰对克里米亚的贝尔贝克机场进行了 ATACMS 袭击。据报道，俄罗斯消息人士发布了乌克兰袭击贝尔贝克的镜头。乌克兰记者尤里布图索夫报道说，乌克兰军队在贝尔贝克机场摧毁了一架米格31、2个防空系统和1个雷达系统，并且损坏了3架苏27飞机。但从卫星图片上呢，只能看到导弹爆炸留下的痕迹，无法确认俄军损伤。随后，俄罗斯国防部声称，俄军队在5月14到15号晚上在克里米亚上空击落了10枚 ATACMS。塞瓦斯托波尔州州长米哈伊尔·拉兹沃扎耶夫确认袭击机场的导弹型号为 ATACMS 导弹的集束弹药装备版本。位于塞瓦斯托波尔郊区的贝尔贝克空军基地，在2014年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之前由乌克兰使用。如今呢，这里是俄空天军第38战斗机航空团的驻地。该团混合使用原装未升级的苏27战机、双座苏27 UB 战斗教练机和升级后的苏27 SM 战机，未来预计会接收苏 35S 战斗机。该基地在俄乌战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还容纳了其他战斗机部队，包括苏 35S 和苏 30SM 战机，以及苏34战斗轰炸机和米格31重型截击机。卫星图片证实，截止到5月1号，米格31仍然驻扎在该基地。长期以来呢，贝尔贝克空军基地一直被认为是乌克兰的首要目标，不断有报告称该基地遭到袭击，但都没有得到证实。然而，在北约向乌克兰移交了 MGM-140 之后呢，乌克兰拥有了这种能力。MGM-140 陆军战术导弹系统是一种可以从海马斯火箭系统以及 M142 高机动火箭系统中发射的短程弹道导弹。今年，美国在通过610亿援乌法案后，向乌克兰提供了射程可达300公里的 MGM-140。不过当时呢，并不能确定型号。结合这次袭击俄罗斯机场使用的是带有子弹药的版本，我们可以得知，之前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导弹包含了 M39A1。一枚 M39A1 陆军战术导弹重达1300多公斤，其中包含了300枚 M74 小炸弹。每枚 M74 的小炸弹结构非常简单，由2个半圆的金属壳焊接在一起，中间是炸药。金属壳上凹凸不平的凹槽会与空气摩擦，带动小炸弹旋转。当达到每分钟2400转时，炸药内的雷管就会和引线对齐，并且发生爆炸。由钨、镍和铁组成的合金破片会因爆炸四散，对轻装甲目标和人员构成毁灭性打击。从现场图片呢，我们也能看到俄罗斯的雷达设备上出现了许多爆炸产生的痕迹，几乎已经被撕裂。由于俄罗斯国防部没有承认遭受了打击，因此该机场实际受损情况不明。大兵认为，克里米亚是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重要的桥头堡，无论是这次乌克兰袭击有没有对俄军造成损失，都向俄罗斯证明了一件事儿，那就是现在的乌克兰是有能力对俄境内甚至是腹地的重要设施进行打击的。而为了防止这种情况，俄罗斯未来可能会聚集其防空火力，避免在乌克兰的大规模远程袭击中出现漏网之鱼，这势必会导致俄乌战线的局部地区俄军的防空火力网出现弱点。乌克兰情报系统应该加强监视近期俄军防空系统的调动情况，为即将到来的 F-16战机做准备，提前规划袭击目标和安全飞行路线。美国签署导弹防御协议。5月15号，美国导弹防御局和日本防卫省发布了一份声明，称美国和日本已于当日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共同开发高超音速导弹防御能力，旨在消除飞行滑翔阶段的高超音速威胁。两国就这一可能性进行了1年多的谈判，然而美国的高超音速拦截器开发仍处于早期阶段。根据导弹防御局的计划，该拦截器预计在2030年中期首次部署。目前呢，2家公司正在进行原型机的竞争，分别是雷神技术公司和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他们同在2022年6月获得了合同，并且开始开发。
2023年8月，日美首脑会谈期间，两国政府宣布开始制定拦截器合作开发协议。这些拦截器呢，将设计用于安装在美国海军配备的宙斯盾弹道导弹防御系统驱逐舰上。该武器将从标准垂直发射系统发射，并与改进的 Baseline 9宙斯盾武器系统集成。该系统可以检测、跟踪、控制和打击高超音速威胁。在滑翔阶段击败高超音速武器一直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技术问题，因为导弹此时的飞行速度是可以超过音速的5倍的，并且可以在飞行中进行机动，因此很难预测导弹的轨迹。同时，当飞行器超过5马赫后，弹体和空气摩擦会产生超高温，将空气加温至离子态，在导弹前部形成一层离子哨。这层离子呢，会吸收一切电磁波，类似于隐身战机的涂层，导致雷达发出的电波无法探测到导弹的具体位置。美国政府声明指出，高超音速拦截器的合作开发项目属于美日双边研究项目谅解备忘录的范围，通过就全球导弹防御发展达成协议。美国和日本将加强地区威慑，同时加强两国之间长期的导弹防御合作。而导弹防御局将继续领导国防部拦截器的开发，日本呢则将领导拦截器火箭发动机和推进部的开发。日本防卫省在自己的新闻稿中表示，近年来高超音速武器等导弹相关技术在日本周边地区，不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得到了增强，加强对这些导弹的拦截能力是一个紧迫的问题。俄国防部大清洗仍在继续。5月15号，又一位俄罗斯国防部部长瓦西里耶维奇库兹涅佐夫因涉嫌贪污被捕。在2023年，他才刚刚被升任为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人事总局局长。目前尚不清楚他的被捕是否和俄国防部前副部长伊万诺夫有关系。与此同时，其他2位俄罗斯副国防部长也在近期选择了辞职，他们分别是国防部前第一副部长鲁斯兰·萨里科夫，负责军事技术支持的俄罗斯前国防部长阿列克谢·克里沃鲁奇科。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他们在辞职之后被俄有关部门带走调查了。除了这些国防部高层外，还有一位老朋友也出事了，他就是俄罗斯国防部首席发言人科纳申科夫。根据俄媒体报道，他是通过辞职消失在国防部的。如此之大的人员变动，其中的原因呢，大兵就不细讲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大兵这2期视频，把背景概括得很完整了。当时大兵认为，俄国防部的贪腐不是1天2天了，就算伊万诺夫东窗事发，普京也不至于冒着临阵换将的风险把事情闹大。没想到这次普京是动真格的，不仅撤了绍伊古，还把国防部其他高官清洗了一大批，颇有刮骨疗毒之意。然而绍伊古好歹是当了12年的国防部长，在俄国防部内部势力是盘根错节，如果普京想搞大清洗，彻底铲除旧势力，恐怕俄军的指挥层就要伤筋动骨了。所以大兵认为，拿下几个问题比较大的，敲山震虎，让剩下的人戴罪立功，好辅佐新国防部长开展工作，这才是比较常规的操作。5月15号，斯洛伐克总理罗伯特·菲科在汉德诺瓦镇的文化中心演讲时，当演讲结束走出会场时，一名老人向菲科开了数枪，造成菲科腹部、胳膊和腿部中弹。事后，菲科被紧急送往医院，现在已经脱离生命危险。71岁的凶手已经被捕。枪击事件发生后，法国总统马克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德国总理舒尔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均对这起暴力事件表示强烈谴责。美国总统拜登称这起事件是卑鄙攻击，俄总统普京称这次袭击是滔天罪行。袭击菲科的老人是一名业余作家。斯洛伐克内政部长表示，这次刺杀的动机是出于政治立场。不久之前呢，菲科在前往基辅之前表示，他将告诉乌克兰总理，斯洛伐克将拒绝乌克兰加入北约，因其加入北约只意味着第3次世界大战的基础。英国国防部长格兰特·沙普斯在14号宣布，英国造船业将进入黄金时段。英国皇家海军计划购买多达6艘的新的多用途支援舰，并赋予未来的护卫舰攻击陆基目标的能力。格兰特·沙普斯指出，进攻能力的产生是因为军方从最近在红海和黑海行动中吸取了教训，前者涉及打击也门的胡塞武装分子，后者则和乌克兰战争有关。沙普斯在伦敦举行的海上力量会议上表示，美国海军正在寻求28艘新船，以扭转船队规模不断缩小的局面，而英国也有类似的计划。
2017年，国家造船战略首次正式确定了这一目标。时任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在2022年更新了该目标。英国海事行业协会时任主席萨拉·肯尼表示，根据该战略，英国力求到2050年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海事国家。1个月前，现任首相苏纳克宣布，在未来6年增加750亿英镑国防开支，约合940亿美元，将英国军费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2.5%。沙普斯表示，为了支持即将到来的英国造船业黄金时代，国内产能需要大幅扩张。未来几年，英国各地的造船厂肯定会非常热闹，因为沙普斯承诺在新黄金时代期间，将在国内建造皇家海军的新型战舰，26型和31型护卫舰将在苏格兰建造，精明型和无畏型潜艇在英格兰西北的巴罗因夫内斯组装，新的支援舰将在贝尔法斯特和德文郡生产。皇家海军陆战队计划建造6艘多用途支援舰，将成为多功能平台，它可以运载飞机、车辆和无人系统。它们还有望充当流动医务室来治疗战场伤亡人员，预计将在2030年代初期取代英国皇家海军现有的所有2栖支援舰。沙普斯表示，新建的26型和31型护卫舰将具备对地攻击能力，这符合欧盟海军最新的趋势。荷兰此前宣布，将在2025年到2029年间为其4艘护卫舰配备战斧导弹。法国最近呢，从相距250英里的一艘舰艇和一艘潜艇进行了海军巡航导弹的同步试射。沙普斯在宣布增加武器系统后不久，在 X 上写道：“我们在红海的行动已经证明，为了应对航行自由日益增长的威胁，我们必须能够摧毁海上、空中和陆地上的目标。”印度尼西亚政府和阿联酋的异地记忆集团签署了一项价值2700万美元的协议，为印度尼西亚国有国防制造商 PT Pindad 建立弹药生产线。该协议涉及生产 5.56 乘45毫米和 7.62 乘51毫米口径弹药，这与印尼国防部促进当地创造就业机会和加强主权维护能力的目标相一致。新的弹药设施预计将在2026年开始运营。这项合作也是阿联酋和印度尼西亚之间加强双边贸易倡议的一部分。根据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两国的目标呢是到2030年将贸易额增加到100亿美元。早些时候，印尼国防部长普拉博沃·苏比安托在阿布扎比与阿联酋总统阿勒纳哈扬举行了会谈，双方表示将加强两国之间的双边防务和军事合作。近年来，印尼和海湾国家的双边合作正在不断加强。印尼防长普拉博沃去年透露，他的团队正在与阿联酋谈判采购几架二手的达索幻影2009战斗机。2022年，普拉博沃还签署了印尼阿联酋防务合作双边谅解备忘录，其中概括了几项合作协议，包含工业规划战略、联合研发计划、国防技术许可和人力资源开发。在过去5年中，普拉博沃通过包括从卡塔尔在内的一些国家购买数十件军事装备和车辆，对印尼老化的主要武器系统进行了大规模改造。卡塔尔本周也将接受普拉博沃的访问。陆军 Reddit 论坛已经在15号证实，分布式领导者课程已经停止使用，并且不再被使用。之前呢，入伍士兵在被参加士官学院并最终晋级之前呢，需要完成大约40小时的网上课程。如果一名士兵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完成了所有课程，大概需要250小时。长期以来呢，美军各单位一直在努力兼顾在线培训要求和任务需求。DLC 通常侧重于普及陆军法规，包括适当的为士兵提供咨询、处理性骚扰案件以及缓和领导者的紧张感。虽然这些软技能呢被认为对士官的需求更大，但他们和监管指导都是在士官学院教授的。这些学习至少需要1个月，需要士兵将巨大时间投入其中。在实践中，士兵呢经常匆匆忙忙地点击 DLC 课程，以尽快完成它，但并不会认真地去学习。对于国民警卫队和预备役的那些想要提前为晋升做准备的士兵来说，这个问题更加复杂。如此漫长的在线课程占据了他们培训的大部分时间，而且单位很少能够持续使用计算机和互联网，这可能会导致他们为了完成网课而挪用下班时间。所以陆军对正在其晋升士官方式进行全面改革。陆军重新调整了每个军衔所学的内容，
例如，基础领导课程曾经是一名下士晋升为中士所需的课程，这只是一种要求，而不再需要强制学习。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